这个杀手在暗杀目标时意外看到了一个美女，但他知道不能因为女人而分散注意力，会显得自己不够专业，可他还是忍不住多看了2眼。好在他及时拉回理智，接着目标人物坐到沙发上，整个身体暴露在视野之内。他看了一眼手表，心率显示65，正是他状态最好的时候。如果此刻出手，必定万无一失。他快速拉动枪栓，屏气凝神，精确瞄准目标，毫不犹豫的开枪射击。结果美女恰好替目标挡住子弹。当他拉栓想要补第2枪时，对面已经拉上窗帘，根本不再给他机会。他快速拆卸枪支，来到楼下，骑上他提前准备好的小电驴，在警察来临时逃离现场，扔装备转进小巷，再来到桥上，把头盔扔进海中，随后进入便利店旁的公共厕所，用抹布擦拭身体，去掉身上的气味，刮干净胡子，临走时喷点香水去掉异味。出门后打了个出租车前往飞机场，来到机场后才把防身的最后一把手枪扔进垃圾桶。这简直就是个细节狂魔，而更细的还在后面。进入机场过安检时，发现警方带着警犬在安检口巡逻，男人觉察到警犬在注视着自己，只见他表情淡定不动神色，然后再观察一下周围，转身离开，来到卫生间重新整理衣服，确认没有留下任何异味，最后还把手表扔进了垃圾桶。很顺利，男人通过安检找了个隐秘的位置，然后跟老板汇报任务执行失败。老板是又惊讶又无奈，不过老板还是安慰他不用担心，他会尽快摆平。但男人并没当回事，只是回到了家中准备休息一下。可凌乱的家具和随处可见的血迹让男人瞬间慌了。紧接着他拿起手机打了一通电话，可竟然得知自己的女友此刻在医院。男人没有停留，立刻赶向了那里。到了医院，他根本不敢相信眼前所见，女友被打得皮开肉绽。男人心疼地看着女友，而女友的坚强冲破了他最后一道防线。男人保证一定要让行凶之人付出代价，并且从女友的哥哥那里得知，行凶之人是一男一女，而他们最后是坐着一辆绿色出租车离开的。男人努力安抚大舅哥的情绪，并保证这样的事情以后一定不会再发生。随即男人回到家中，并挖开自家后院，然后找到了一个保险箱，紧接着从保险箱内拿出3个塑封袋，袋子内竟装着他的武器。随后男人开上车，满大街的搜索，不久他就找到了大舅哥所说的那种绿色出租车。等到了深夜，他来到绿车公司门口，敲打窗口让保安开门。等对方打开门，男人戴上头套，然后举起手枪就闯了进去。随后他从一堆文档中找到出事那天的出租车记录，继而查到了一个叫里奥的年轻人。而为了不引起保安的怀疑，男人临走时把现场弄乱，伪装成了抢劫案件。次日一大早，男人就把车停在路边，等待司机师傅打卡上班。紧接着一个小卷毛引起了他的注意，果然那个人就是目标。男人伺机而动，佯装成游客要搭乘卷毛的出租车，可车还没开出多远，卷毛就被后面拿枪的男人吓了一大跳。他把这辈子自己犯过的错误全想了一遍，也不知道自己哪里惹到了这个家伙。于是他把钱包递给男人，男人接过钱包，顺便提醒他3天前卷毛接过一个大单，而卷毛这才想起来，就在3天前，他从机场接过一位壮汉和一位女士，其中那位女士长得跟棉签一样，不过他只负责把他们送到郊区的一处私宅。到地方之后，壮汉就让他在那里等着，然后足足过了有1个小时，他俩才出来。说着，男人指挥卷毛把车停到了一个废弃工厂。卷毛不断请求男人放他离开，可男人有自己的一个准则，那就是不能同情任何人。随即男人拿着收音机就走了。他每到一个机场都会换一个护照，这是他的最基本的技能。为了抓到背后行凶之人，他准备问问自己的老板。首先租到一辆白色面包车，在新奥尔良，他有6000个仓库，每个仓库都堆满了各种各样的枪支设备。一旁的箱子内堆满了崭新的车牌，车牌啪的一声贴在车上。他买了一个可推式大号垃圾箱，还有一个橘色工具箱。接着他打扮成清洁工，喝着牛奶，静静等待时机。老板居住的地方有一台人脸识别机器，但这根本难不倒男人。一会儿，一个快递员到了，快递员例行向摄像头打招呼，可他没注意到，竟有个男人带着垃圾箱跟在他的后面。男人顺利的通过了安检，然后淡定的戴上自己的塑胶手套，看到快递员走进4楼，而他慢慢的跟在后面。男人假装自己在看路牌，实则默默倒数着门关上的时间。于是在快递员刚好关上门时，他赶紧上前观察一番，对方确实是自己要找的人。随后在快递小哥出来的时候，他低下头假装在喝水。就在门要关闭的前一秒，男人及时用脚卡住门缝，他默默注视着自己的目标之后，小心翼翼地拿出工具，举着枪就破门而入。他万万没想到男人会找上门来，只见男人默不作声合上电脑，夺过手机。然而女人并不是他此行的目标，她只是一个小小的秘书。一阵敲门声响起，女人带着男人闯入，老板责备了她的不适宜。不过老板看到男人拿着枪还是傻眼了，他想不出男人不惜暴露自己身份还要来到这里的原因。男人拿出绳子示意女人给老板绑上，老板顿时觉得这个世界疯了，为什么一个打工人要来绑架自己？男人随后把女人锁到了卫生间，并让她不要出声。女人点了点头，乖乖答应，而且老板让她放心，事情马上就会解决。在
在男人的提醒下，老板这才意识到他已经回到家，可他告诉男人这件事情并不重要，男人没有完成任务本就应该付出一点代价，这也是对客户的售后负责。男人根本不想听他解释，3颗铁钉打入电脑当场报废。老板仍不死心劝他回头是岸，因为男人现在赚的钱已经足够了，而这一大部分功劳实际上都是来自于他。只要男人消失，他可以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。但男人只想知道是谁对自己的妻子动手。老板摇了摇头，表示自己的备份都在电脑上，现在电脑被毁，他也无计可施。男人知道老板在胡说八道，见他迟迟不开口，直接3枚铁钉打在老板身上。不过男人还留有后手，只要老板肯说出真相，他还是会帮他打求救电话，即便自己九死一生，老板还是守口如瓶，嘴里吐不出半个字。他拼了命想拿到手机，最后却挣扎地倒在了地上。细节控的男人赶紧从旁边拿过一张报纸，防止血液流到地上，可他还是失算了。3颗9号口径的铁钉，不抽烟的中青年人可以坚持6-7分钟，但脆皮老板不到2秒就嗝屁了。无奈之下，男人把提前准备好的垃圾桶推进来，打算打包带走。临走之前，他还有个人要处理，但女助理表示自己知道他们是谁，并且她希望男人能放过她，毕竟自己家还有2个小孩等着他去照顾。男人犹豫了，他知道自己绝对不能有同情心，但他在权衡之下还是决定放过女人。女助理走出门，一看到尸体就被吓晕在地上，男人可不管她，他自顾自地打包好尸体，随后将老板的尸体扔进垃圾桶。大大的箱体刚好可以装下老板的尸体。他处理完这一切后，却并没杀女助理，而是让女助理带男人去他家里。在女助理的家中，男人查到了他想要的一切。他得知了伤害自己女友的是一男一女。女人以为男人得到信息后就会放过自己，可就在他向楼下走的时候，下一刻他的尸体直接从楼梯上滚了下去。男人营造出了一种意外失足的假象，可老板的尸体就不好处理了。他返回到自己的仓库，拿出分尸溶解的工具，然后男人一顿操作之后，再开车来到大桥边，将剩下的溶剂扔进海里，还不忘把汽车清洗干净。他拿下假车牌丢在路边，最后把车辆不动声色地还回去。一场顶级犯罪就此完成。紧接着，谨慎的男人再次更换名字，租了另一家公司的车，根据地图导航，他来到了壮汉家，立即观察起了周围的环境，准备伺机下手。为了更好的动手，男人来到商店购买了一些物资，紧接着无所事事的他就在车上打起了瞌睡。夜幕降临，他总算等到了壮汉回家，而这也正是男人下手的最佳时期。可还没等他走近，比特犬突然就大叫了起来，但他事先早有准备，他一边走一边扔出掺和了超大剂量睡眠药的牛肉。等到比特犬被迷晕，男人立即开始行动，他小心翼翼地走进院子里，并且拎着一把枪就开始搜索。屋内，正当男人小心翼翼地在房间内搜索时， Prepare to be very excited, because this is one of the oldest country songs. 可突然就被冲出来的壮汉给撞飞了出去。壮汉想一把夺过枪，却不慎走火，他赶紧一拳下去，手枪竟掉了下来。男人瞬间失去武器，他只得奋力挣脱，但壮汉可不会让他得逞，枪滚到了床底下。壮汉毕竟是一个肌肉猛男，几次勾拳就让男人毫无招架之力。他对准男人的脸毫不留情就打了下去。就在他要去拿枪的时候，他注意到男人好像还没起身，于是转身补上几拳。不过男人是真的结实，在几轮搏斗下，看似是壮汉要略胜一筹，可意外的是，男人仿佛就像个打不死的小强，不管怎么打都还有战斗力。很快男人就找到机会进行反击，他竟摸到一根铁棍，接连几下向前刺出。男人利用武器重创了壮汉，但毕竟壮汉的力气更大一些，挣脱束缚的壮汉举起男人砸在地上，局面变得有趣了起来。壮汉更是在打斗过程中找到了自己的配枪，还没等他按下，突然男人直接把他绊倒在地。自知局势对自己不妙，男人赶紧躲在橱柜后面，巧妙避开了对手的扫射。之后男人找到机会溜进了一个房间，可等壮汉开门后，却发现啥都没有，而裆部此时也在往下面流淌着鲜血。这可就涉及到以后的幸福生活了，他势必与男人不共戴天。可下一秒，就在男人刚松了一口气时，突然发现比特犬冲了进来。男人看到猎狗过来，赶紧仓皇逃生。幸好在最后一刻，他把狗拦在了铁门里。紧接着，男人拿出打火机点燃了酒瓶，用力一丢，把燃烧瓶扔进了房间。真男人从不回头看爆炸。还有一个女人没有解决，男人没等伤势痊愈，立即就来到了目的地，依旧是长时间的蹲守跟踪。等到后半夜才看到一个白人出现，他回忆起来，卷毛形容他像一根棉签，还真别说，这比喻很形象。男人不动声色地尾随在女人车后面，在等红绿灯时，他把枪对准了女人。可当他看到女人的侧脸时，男人却收住了手枪。只因男人为了完美谋杀，他有了新的计划。如果一个女人突然死亡，特别是这个女人没有遭到性侵犯，警方通常会把嫌疑人放在女人的丈夫或男友身上，那么男人就会有足够多的时间逃离现场。很快，男人来到女人的餐桌前，女人以为他走错了，急忙制止，但看到男人手中的枪，女人突然就认出了男人，知道自己命不久矣，但她希望男人能够礼貌地让自己吃完这最后的晚餐，并且女人辩论到，因为是你的失败，才引起了后面的一连串的后果。尽管知道自己会死，
但他希望能够把事情讲明白。接着女人来到屋外，男人跟在后面，女人仍旧喋喋不休，希望能够在自己仅存的几分钟之内说完一切可以说的话。突然女人不慎滑倒，她希望男人能绅士一点扶自己起来，可下一秒只见此时女人的左手脱落了一把刀，这边男人不拖泥带水直接登上了新的航班，只因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是那个幕后的客户。他仔细搜查起幕后大爆的信息，谷歌显示对方是公众人物，所以他此行风险很高。不过男人并不打算就此收手，男人直接闯入公寓车库，不幸的是大门有高级密码锁，于是他拍下锁的样子就离开了。之后男人在暗网上购买了电子钥匙复印器，紧接着他来到黑市购买了一把手枪，顺带装上自己的消音器。男人拿出钱递给对方，但在对方询问是否需要弹药时，男人却拒绝了。接着他来到取货点，拿出一件包裹，原来是暗网的快递到了，这物流速度可真够快的。随后他来到健身房办了张会员卡，可在他路过保洁大哥的时候，男人却不小心被钥匙勾到了衣服。面对保洁大哥的疯狂道歉，男人表示根本并不在意。趁着富豪和保镖在健身，他径直来到富豪所在的更衣室，拿出泡司机准备好。男人快速用顺来的门禁卡打开柜门，于是成功拿到了房门钥匙卡。紧接着他在机器上一顿操作，复制出新的卡来，然后男人把卡放回到了柜子中，趁着富豪和保镖在健身偷溜了出去。这天富豪正在和朋友进行激情对话， for not having replaced you soon. 男人持枪悄然无声地出现在富豪的身后，富豪顿时就愣住了。他没想到号称安全系数最高的公寓还能被陌生人闯入，明年他可就不投资了。富豪以为男人是来抢劫的，表示自己的房间没有现金，但可以命手下送来。然而随着男人的枪口对准自己，富豪直接就慌了，可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想要什么。男人没有动手，而是把一张卡片放到了桌子上，并询问富豪为什么要伤害自己的爱人。富豪这才突然想起那件事情，原来男人刺杀失败的任务就是富豪发布的。他解释自己并不计较男人的不专业，但老板为了维护信誉，就给富豪说自己会把烂摊子清理好。之后发生了什么自己就不得而知了。他敢保证自己和男人之间绝对没有过节。男人意识到这一切都是老板在背后搞鬼，便也不想和他纠缠，于是他警告富豪不要自找麻烦，只要他想来就能来，并且可以轻松的让富豪死于意外。富豪摸不着头脑，但总算捡回了一条命。男人走到电梯间，把纸条撕成了碎片，他的复仇之旅还算是顺利。影片的结尾，男人回到了位于多明共和国的家中，并和痊愈而归的女友惬意地享受着自己争取来的幸福生活。看电影找驰名，持续更新紧张刺激的好电影。